那边有个大锅，那个师傅一直在那地方熬那个火锅底料，一进来就能闻到那个牛油的那个醇香那个味道。来重庆这么多次，还是头一回坐皇冠大扶梯。全长112米，是亚洲第2长的自动扶梯，全程运行2分30秒，比普通商场里的扶梯速度要快。三丹第一次从下往上坐，感觉很紧张。随后我们直接坐地铁到了磁器口，去吃一家开在山上的老火锅。Hello， 我们是在磁器口地铁站下来，2号口出来，然后打了个车到这边，用高德给师傅指路吧，因为师傅也找不到这个地方，高德他能找到。这个火锅店是杨马儿磁器口店，其实他家解放碑也有店，但我是看他们家网上的图片，磁器口这个店在山的这个位置上，我觉得挺漂亮的，就想顺便来溜达溜达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店里看看。我们刚才随着那条山往上走，原来上面还藏着很多文艺的小店儿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还有几个酒吧在唱歌的一个驻唱歌手。我们从上面绕了一圈下来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吃火锅，吃完火锅打算去逗逗猫，走吧。我们真是走了好远好远好远才到这地方，你看我现在满头都是汗。为什么选这家？因为在网上看了之后，这家的火锅无论是造型、颜色，还有里面的菜品，都是我们平时吃火锅里面最爱吃的几种。来的可能比较早，我们现在坐这个位置可能看到长江，还有那个小支流。来晚了之后就没有地方坐了，现在才下午2点多。那边有个大锅，那个师傅一直在那地方熬那个火锅底料，一进来就能闻到那个牛油的那个醇香那个味道。先吃块酥肉，好吃。一个来自没有灵魂的评价。这个酥肉真的很好吃，炸的特别酥，小胖被蚊子叮了，咬了特别大的一个紫色的包。蚊子太狠了。红糖糍粑，上面撒的黄豆粉，红糖，我蘸一下。它炸的很酥啊，它跟平时看那个圆的不太一样。这个真的是外酥里嫩，好吃。这个做的好好吃，我刚才点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，多蘸点糖。好吃，炸的可好了。午餐肉，其实我们也是看了奔这家午餐肉来的，这是手工午餐肉，里面含的肉量比较大，淀粉比较少。切太厚啊，尝尝。中间这个锅开的很旺，旁边的锅不开。现在火就这1、2、3、4格开啊。午餐肉还可以，看着挺红的，火锅没有那么辣，也没有我们之前吃的那个火锅香。目前没吃到香味儿。这是肥肠啊！上了半天，我竟然不知道这是肥肠，我一直以为是豆干儿。它应该是卤过的，然后里面它厚厚的油还在。这个肥肠油太厚了，就是正常的肥肠里面带一点油就行，吃完不太腻。这个油太厚了之后，煮完吃到嘴里头肯定是那种有点腻腻的感觉。我还没吃呢，但我这么感觉的。鸭血好便宜，6块钱一份儿。这边的千层肚也便宜，才22块钱一份儿，在我们家那边至少都要38、48。甚至还有卖58的，是嫩牛肉吧？看着挺滑很嫩的样子。裙带菜我下过了，然后我再下一个耗儿鱼吧，这个我不能用筷子，我只能上手了，因为我夹不住它。哎呀，火锅怎么感觉跟说的不太一样？一共花了336。美团。对，火锅底料吧，刚开始进的时候闻那股牛油味还挺香的，但是锅底缺少一点盐，然后也吃到嘴里没有那么香。其实最失望的是食材，好多食材都是冻的，那个耗儿鱼、鸡爪子它都是冰冻的。它不是冷藏，是外面冻的一坨坨的冰块的啊。整个火锅吃下来的话，我就觉得那个红糖糍粑还有午餐肉、小酥肉还可以。
其他的真的很一般。对那个竟然有几样还有腥味儿，可能会让老板不高兴。但是就这样，实话实说嘛。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我们就顺便到这儿来看看那个大山大水，看看这个长江的支流，就当旅个游了。看一个泄洪的坡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由于火锅吃得很不开心，也没心情去隔壁撸猫，我们只能在市里的一家甜品店撸安哥拉兔子。偏偏分到一只很不乖的兔子，全程都是背对着我们，总想着逃跑。我深刻怀疑他家的都是公兔子，指望小姐姐怀里钻。